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苑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观众朋友，这一回我们赶快来关心到，就在昨天晚上，在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最新发言，川普突然间大翻脸了。在俄乌战争上面，他已经表态支持北约来击落俄罗斯的军机。在此刻，乌克兰也说呢，赶快来做反攻吧，喊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要做出决定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关心，不管是在政治面，还有在俄乌战争的最前线战况。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要来关心刚刚提到的川普在联大大翻盘，为什么他突然间落下狠话了呢？针对普丁，他说他要挺北约来击落俄罗斯的军机，原因为何？他真能帮助乌克兰？他说的要打回战前的边界吗？有这么的容易吗？第二件事情，现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状况，俄军已经狂压了库皮扬斯克，在这当地超过65%的建筑都已经失守了，包括这个俄罗斯也针对无人机使用的是无人机来断了乌克兰的补给线。那么今天要关心乌军的东北防线也要崩溃了吗？最后会来关心川普再喊出要祭出的关税核弹，唱衰说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崩盘了，下一步要来修理的就是中国跟印度，因为他们不断的跟俄罗斯买石油，他真的敢开刀吗？等一下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就是在昨天晚上9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发言，他说北约成员国是有权利来击落侵犯领空的俄罗斯的战机的。主要就是要回应说，俄罗斯战机这近期频频的对波兰跟爱沙尼亚的领空做的强烈回击。那么川普也在场边会晤了泽伦斯基，火速在他的自家平台真实社群上面，他说了，这一场俄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半的消耗战，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这个时候就是乌克兰你最好的一个反攻的关键时刻了，也开始激励这个乌克兰赶快去做攻击吧。只要有时间与耐心，川普说，再加上有北约的财政支持，那么恢复战争爆发前的边界并非不可能。节目一开始，请苑老师来带我们看，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大力挺北约、大翻脸？真的，他说的，如果可以帮助乌克兰打回到战前的边际吗？苑老师怎么看？川普的这个观点就真的像小孩子一样。这个言犹在耳大家还看到那个在阿拉斯加的时候，那个普京跟那个川普2个人还在手拉手谈得非常好而且的话呢，好到什么程度还到这个川普要普京进了他的那个猛兽那个车子普京自己是有很好的车子但是呢就关系非常好，在里面谈了什么也不知道。川普这个做法上来讲其实他足以证明我在这个节目讲过，这个他跟普丁的智商普丁智商大概160，他刚好除以2，80你大家了解一件事情你首先第一个说俄国的无人机跑到波兰，跑到爱沙尼亚然后呢转给美国知道什么目的根本就是故意的嘛。目的什么呢？要你北约启动第5条，美国的战机从德国起飞，直接把他俄罗斯的无人机打下来，这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叫他自己打下来，你北约那些爱沙尼亚、波兰小国哪里敢打叫俄罗斯的飞机？那不开玩笑吗？他怕得要死。我在欧洲住了10几年，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本来就是非常恨俄罗斯，又很怕俄罗斯人。那另外的话呢，大家才还记得，原来的话呢，泽连斯基感觉到都没有人理他了，快完蛋了，牺牲了180万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撑多久不知道。俄罗斯看得非常明白俄罗斯借这个机会的话，大家要知道，你要谈判要上桌，一定要在战前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凡是你在这个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那普丁这个人是大家知道他是 KGB 的头子普丁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他跟川普见面的时候还讲了英文Next time in Moscow， 大家还记得吗？普丁根本就是耍他，川普得意了个没几天，搞得不行。现在回过头来就跟泽连斯基讲说，你有希望你打，然后里面加了一句话虽然北约出钱但是我们基本上，那你美国角色在哪里？没有他们这么指望你美国做什么事？你啥事都不想做，还要乌克兰反攻成功。
这个说句良心话，这好像跟台湾当年反攻大陆一样啊，感觉上好像就一件很难做的事，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要这种重新燃起希望，乌克兰的牺牲非常大，那川普本身认为这种牺牲不值得。那既然是不值得的话，你应该你对于这个俄乌之间冲突，你要维持一致性，你要帮助这个俄罗斯，你就帮助到底。你现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他变了几回了？我觉得至少变2回。俄罗斯根本不怕你经济制裁，现在中俄朝在93阅兵的时候展现出来无比的合作的精神，那就是针对美国来的嘛。而且最难过的是，这3个人川普都说是好朋友，结果后来讲什么都不跟他讲。觉得很没面子。确实哦，现在剧情又出现反转，就是川普不断的在联合国大会上面拱火，要乌克兰说趁这个时候赶快来反攻，赶快来进攻吧。那也刚刚岳老师提到了，不管是美国他自己角色是不会加入的，那他拱火的包括了欧洲跟这个乌克兰，要他们赶快有所动作吧。但是我们来看到战场的第一线状况，现在对乌克兰极为不利，尤其是乌东地区是否要失守了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现在战场第一线的战况哦。川普虽然说乌克兰啊，这是你反攻的良机，但是我们看到9月23号来自于俄罗斯国防部最新的宣布，俄罗斯正在夺取卡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并且在部分地区早就已经包围住乌军了，计划从多点齐进来全面压向哈尔科夫的东部。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这张下面的地图，这个文字下面的这张地图哦。库皮扬斯克目前根据俄方的这个称，他说已经拿下了65%的建筑物，并且他会在做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如果库皮扬斯克一旦沦陷，那么乌东的防线恐怕就会被撕开了。这个是普丁在战术上面的升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事情是，他现在靠的就是无人机攻击，并且提升他的无人机战术，已经推进到前方的战线、前线的后方20英里，专打的就是乌克兰的补给线跟它的轮调路线，换句话说，把它的粮食给完全的切断，要断了它的生路。现在看乌东防线会不会全面崩溃？干哥怎么看？对啊，其实他这个做法很简单，普丁他就是想用什么？想用拉长补给线的消耗战，啊，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正面冲突，老实讲，我们现在都用 FPV 无人机啊，在互轰。那实际上，老实讲一句，对于补给跟这个就是说民生用品啊，就是军队的用品需求比较大的，当然是乌克兰军嘛。所以说现在干脆我们把战线拉长，而且我打的是哪里？你知道？我打的是卡尔可夫那边的叫做什么库皮扬斯克。库皮扬斯克是卡尔可夫州的一个重镇哦，但是呢，卡尔可夫并不在那个4个州里面，大家记得吗？就是说乌东的顿涅茨克啊，然后这个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啊，不在我们常常提到的那4个州里面。为什么？因为卡尔可夫州里面的俄军早就已经撤了，是，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要占卡尔可夫这个地方，就现在突然干嘛？突然已经听说了，已经占了卡尔可夫差不多65%的建筑物打进了库皮扬斯克，那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库皮扬斯克老实讲在乌东是非常重要的据点，可是俄军的战略并没有说要打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光是那底下那4州，就是那个4个州，他们就已经在2022年的那个战略部署里面放在所有的那个指挥方针里，哦，所以卡尔可夫并不是那个时候的重点。结果现在打到这边来，那你乌克兰你是不是更要分兵去做？对。当然我们知道前线上面有一些战报哈，就说哦，那个乌克兰哦一直用海王星巡弋飞弹哦，然后每天晚上哈都会发1枚2枚出来去打谁？去打俄罗斯的防空飞弹基地啊，这样，然后有时候被俄罗斯击落，有时候不会，那就形成了一种拉锯战。啊，但那个拉锯战其实对战情的影响不太大啊。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的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很简单，你的无人机攻击半径已经到了前线啊的后方约20英里了，所以乌克兰的补给我们又再讲一遍，去年是怎么度过的？去年的冬季怎么度过了？美国老大哥今天大力来帮忙，请德国送粮食来。
那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如果说你要再过一个冬季，那就打到第4年了，这有没有可能？我们不能排除嘛。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乌克兰在今年的冬季要再继续坚守阵地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它被慢慢前行包围的态势已经产生了。所以我认为，泽伦斯基他现在一定要想办法说，我们才刚刚谈过，川普老大哥，我们该想个办法，可不可以今年年底之前把这场战争结束？要不然的话，乌克兰我看他连最后重建的最基本的国力都要荡然无存了。对，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战线现在其实是对于俄罗斯有利的。川普看在眼里，想说，如果在战线上无法有所突破，能不能靠经济战、关税战来对俄罗斯展开制裁，到底有没有效用呢？所以他最新也提出了这个，同样是在昨天晚上的联合国大会上，川普说的，如果俄罗斯接下来还是不愿意谈判，那么美国已经准备好强而有力的关税制裁措施了。他首先第一个点名了中国大陆跟印度持续的买俄罗斯的石油，应该要对他们祭出制裁。第二点事情是，他也要求了欧洲盟友必须跟美国一致啊，不能再买俄罗斯的油气了，否则我们大家都是在浪费时间。川普也在社群上面特别发文痛批说，俄罗斯自己的经济遭受了这么严厉的压力，几乎崩盘了。俄罗斯当地的居民他说呢，已经逐渐的了解战争的真相，也就是说，俄罗斯拿资金都去打仗了，现在人民连购买汽油都要排队。他则是形容乌克兰现在是越挫越勇，真的是这样吗？俄罗斯经济真的有如川普说的这么的惨吗？川普接下来会不会也对中印来联手下手呢？聂老师怎么看？OK， 刚才我们叶老师不是讲到川普的智商只有除以280，但其实在我的眼中，川普是极度聪明啊、智慧啊，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太自以为信，他狂妄自信到自我感觉良好到极度，所有的东西他认为他说了就算，他好像能够预测所有人的心，他认为他想的东西就是大家想的。刚好都错。其实这全世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川普的种种作为，就是因为美国的霸权存在，他的霸道盛行，而且去霸凌别人的时候，没有人真的反击，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都看在心里。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他的话你就听就好。不过这里面有多少有几分真实啦？俄罗斯的经济好不好？的确不好。当然，他对把事情讲得非常严重。那俄罗斯经济不好，非常清楚嘛。第一个，他要打仗，他军事的费用要一直的增加，所以他的确花了不少钱。而且，因为俄乌战争，他这个打起来之后，国际真的对他的制裁，不只是美方也用他的力量，之后西方给他了非常多的制约，从北溪要切断等等，到现在，也因此它造成了非常大的叫结构性的破坏，也造成它的金流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它的经济真的是不好。那它现在 GDP 很奇怪，去年说有200兆卢布的 GDP， 国际间一报说还有4.1的经济成长，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东西是真，但是其实也是军工产业产生的。因为我们讲 national defense， 就是国防力量可以让 GDP 冲高，就像我们今年3.32% 的 GDP， 我们今年冲了9000多亿。讲不好听，我们讲台湾呐，这时候我们 GDP 也会增加。你看我们 GDP 也增加很多，到2030年，我们还要到1兆5000亿，那时候我们的这个 GDP 可能会30兆。这时候我们用在5%，要提升到5%。我们答应了美国1到5%，我跟你讲1兆5000亿。请问一下，我们的国家的整个这个税数预算有多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大家要思考。也就是我要讲是，它经济真的受问题，但是有没有那么严重？不会，因为俄罗斯为什么不和平？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还必须要打到他真的完全胜利，因为他知道他亦步亦趋，已经差不多就是胜利。川普讲的东西都不用去听，听就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个说，对中印到底会不会出手？因为你刚刚讲的一个关税，我先请问一下，他关税要怎么打？怎么制裁俄罗斯？不可能嘛，因为他根本几乎快没有贸易了。而且讲不好听一点，就算俄罗斯有一部分盈余，也不会是让美国产生赤字的这个所谓的 big seller 卖你东西的国家。美国哪有这个所谓的赤字国，哪有什么俄国？但是他是要用间接的，对不对？他谈的就是人员。所以川普啊，这个国家利益当然他会顾，他也顾自己利益。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美国很喜欢用霸道盛行，也就是当时在北溪要切断以后，然后你天然气、石油来向我买，连那个法国的马克龙不是都很不爽，说哇向你买可以啊，结果发觉很贵。那时候是拜登，对不对？美国就这样子嘛，你是欺负小老弟。现在川普做的更严重，他说你们都不要向他买。那我跟你讲俄罗斯在这样做，我会要求中国、印度也不要向他买，要不然我用关税制裁中国、印度。重点就是当那些国家没有筹码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它以牙还牙，
奉陪到底。印度呢，它有它的问底气，讲不好听的，而且俄罗斯在时候也在私下买通它，甚至在军事武器上让它的这个航空能够自主研发。请问一下，印度完全要听你川普吗？也就是说，他完全怕你这个关税吗？甚至啊，你关税加高了以后，对美国将来自己的不利、自己的通膨，以及当你制造业回流之后，你将来不是 Big Bang， 你买不了东西，你的关税高伤到自己。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东西听听就好。也就是说，川普很聪明，做生意很聪明，他就谈判技巧很聪明，做房地产很聪明。重点在他这个人在经济学的基础是非常差的。虽然他的温斯库读了一个经济理论，一个大学出来，他根本我想他的经济全忘了啦。所以他的整个那个经济学理的基本推敲。我们讲这经济学里用一些假设基础，还要推未来，他的 forecasting 的未来全部是他自己的想象，他不知道真正市场中有非常多变数会联动到最后的未来。如果以我来推的话，我会发觉，他所讲的东西跟我想要做的那种生命线推论完全会不 match， 你知道吗？这就是川普在做生意聪明，可是他在经济学太差，因此他在世界上。我们讲美国最大，他在领导国际间，他所做的这个方向动作呢，的确我们越想越好笑，只能用笑来称这个我们讲川地，对不对？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